他是中国重磅级拳坛历史最强拳王，身高8尺的强壮体魄，再加上一拳入魂的左手重炮，让他在黑人和白人横行的国际拳坛杀出一条血路。他便是江湖人送外号“大爆炸”的张志磊。他是来自于乌克兰的重型坦克，深不见底的变态体能，再加上残暴又嚣张的打法，让他将一个又一个强敌斩于马下。他便是江湖人送外号“重型坦克”的安迪·鲁登科。两个拳坛超级重炮手擂台首次相遇，看一看谁才是真正的重炮手。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没有废话，只有干架，从头打到尾的重磅级别中乌大战。由来自于中国的大爆炸张志磊对阵来自于乌克兰的重型坦克安迪·鲁登科。这两个人的作战风格都是没有废话啊，都是比较劲爆啊，奔着对手啊，奔着 KO 对手去的一个风格。很明显了，这个身上有纹身的便是安迪·鲁登科。在打张志磊之前，安迪·鲁登科的战绩也不错啊，他的 KO 率在68%，战绩也是非常的强，32胜3负。而张志磊此时的战绩那就是相当的恐怖了，89%的终结率，再加上22战全胜的战绩，可以说在国际拳坛啊是硬生生打出了一条血路。在张志磊之前，没有任何一个黄皮肤的重磅级选手在国际拳坛打出名堂啊，张志磊是头一个。而且我感觉啊，应该不出意外的话，近50年应该不会再有第二了。这场比赛是一场持久战，观众朋友们准备好你们的瓜子、饮料、矿泉水啊，准备好慢慢欣赏本场比赛。这个安迪·鲁登科呢，他是一个皮糙肉厚，而且体能的非常变态的选手啊，小钢炮一个。而张志磊自然相反，我们的强势期呢就在前5个到6个回合之间。现在可以说是全世界的拳迷粉丝以及专家呀都知道，张志磊的优势期就在比赛的前半段。但是没办法，很多选手呢明知道，但就是撑不过去。有的时候你越是想要拖比赛啊，反而会被张志磊越早中途。好漂亮，连续的左手中炮。这一场比赛依旧是经典的反架打正架，我们磊哥呢是反架，左手在后，右手在前；而安迪·鲁登科呢是经典的左手在前，右手在后。两人的重拳和重心呢完全是相反的。第一回合最后的20秒钟。好漂亮，这两拳打得很快。但想击倒安迪·鲁登科可不容易啊！对方的确是输过，但他从来没有被 KO 过，这说明他的抗击打能力啊很强。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双方简单切磋一下啊。而且从局面上来看呢，安迪·鲁登科也并不是一个一味逃跑、想拖延时间的人。毕竟他的风格呢还是偏俄式更多一点啊，所以说呢打法跟风格也是迎难而上，硬往上顶。好，双方第2回合比赛继续，大家不要认错了啊！大个子光头是张志磊，纹满纹身的是安迪·鲁登科。现在在重磅级别拳坛，很多选手啊都规避张志磊啊，不想和张志磊打，因为和张志磊打这个风险太高了，打赢了没什么好处，打输了啊还容易身败名裂。当今的重磅级别拳坛这么多的高手，约书亚、泰森·富里、乌希克都在啊这个规避张志磊。啊，前2天有一个不规避的，就是贝尔德啊，结果呢被 KO 了。好漂亮，左手点一下。
两人在臂展上差距还是很明显，安迪鲁登科想打到磊哥，只能是跳进来，或者说呢冲进来打。而磊哥只需要打中线啊中远距离就行了。到了近距离我们也不拼，赶紧搂。Rudenko will back his ability to absorb the punishment. He's got the track record of being able to do that against top-level target fighters. We mentioned him at the start. Michael Kolecki particularly, and Abael, who's the reigning European champion. I saw him ringside in June. 哦，左手打到了，非常重的一拳，又一个。很难想象，如果张志磊早点进入到职业拳坛啊，进入到世界拳坛，那该有多么恐怖！不用多说，哪怕早3年都行啊。张志磊在来到国际拳坛的时候，他已经30周岁了，31岁。在此之前，他一直在我们国内体制内的拳击在打比赛。有些人说他早些年是浪费了时间，但观众朋友们，没有早些年的沉淀和训练，也不可能有张志磊的今天。所以说呢，这缺一不可。好，第二回合最后的20秒。对方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灵活。在体型上的话，磊哥是比对方大了，应该是有40多斤呐。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目前前2个回合看双方打的是难分难解，但是按点数来看的话，肯定是磊哥这边更有优势。好，双方第3回合比赛继续。好，双方换拳，但很明显，安迪鲁登科呢，他打得不准啊，气势是有了，好，气势有了，的确是很凶，但打得不准啊。这回合鲁登科开始踩油门了啊，开始想打回一些分数上的优势。I think he was able to be a superstar there. And good boxing again. Landing that nice straight at the end, and again, lovely shot. 哦，这个角落很危险了，因为张志磊在这个角落 KO 过很多人。这个位置最大的受害者啊，便是刘易斯啊，当时被张志磊打的这个鼻涕啊，横飞。不是鼻血啊，是鼻涕啊！当时很狼狈，很惨。Dip their toe in the water. Well, did more than that when they had their shows in Macau. Zhu Shiming as a pro didn't turn out to be quite as good as they might have hoped he would be, but he still attracted absolutely colossal television audiences. Zhang has boxed in China as a pro, but not much. He's generally been in the USA, and I know that it's something that. 这个安迪鲁登科可以说是极少数不畏惧张志磊重拳的人了，他的确是挺敢打。好，慌了，有点慌，连续的补刀，张志磊。哇，多次的头部命中，安迪鲁登科又吃到一拳。哇，对方真的是够硬啊！哇，能扛下这一波进攻的人屈指可数，不是屈指可数，他是第一个。注意时间，第一回合第3回合还有最后30秒。我感觉对方还是有一些晃的。好，我们看安迪鲁登科不退反进，什么情况？这个家伙，哦呦，真是很有这个俄罗斯血统的风格啊！生死看淡，不服就干。他今天真是把这几个字完美诠释了。有一个左手。好，第3回合比赛结束，安迪鲁登科逃过一劫。不得不讲这个家伙的
体能和抗击打能力啊，的确是够强。好，双方第4回合比赛继续。目前来看，前3个回合完全没问题，都是我们智磊轻松拿下。但是问题在于啊，一旦到了6个回合之后啊，我们磊哥的状态不出意外的话，肯定会下滑。所以说，在前6个回合，要么我们都拿到优势，要么我们就 KO 对手。During the break there, you know, sometimes that amateur pedigree, that great mental IQ, when you have someone hurt, sometimes it can be a hindrance. Because what happens is you think to yourself, oh, I'll take my time. 我怎么感觉鲁登科虽然说个子不高啊，但他的这个后背的宽度，我看着感觉比智磊还要宽呢。好，小心。Let my hands go. But again, he gets back to work here and looking very good, in my opinion. Decent right hand from Rudenko in the middle of all that, but Zhang seemed to take it well enough. He hasn't boxed for a long time though, 14 months out, and the mouth is a little bit open at times. This has been quite a high tempo to this fight too. He's put quite a lot into it. 鲁登科打得很凶，但他的拳呢，大多数都打到了智磊的防守上啊，都没什么用。More together in that previous round, and I think the referee would have jumped in because Rudenko was just beginning to come apart. 张智磊这一边还是缓步前压，但对方的步伐太灵活了，他在绕圈圈啊，他在绕着张智磊啊来回的旋转。Nothing wrong with that at all. You know, he's a heavyweight. I understand that, do some damage. Boxing nicely, but Rudenko here coming back, landing a few shots of his own. 鲁登科的每一次重击啊，哎呦，都打到防守上了，而且智磊这边的防守反击也是强悍有力，充满了危机。你看，又是一拳，这个鲁登科是真扛打。他在吃到这个防守反击之后呢，甚至连晃都不怎么晃。第4回合最后的30秒。Like Zhilei Zhang, you know, sloppy from Rudenko at times, and you're better off not throwing a shot than throwing a lazy shot like that against someone with the pedigree. 哦，好拳！磊哥的左手太快了啊！ Rudenko just looking to try and tee up that right hand. Final few seconds of round 4, and Zhang, I think, has to an extent just taken a bit of a round off here, and that's allowed Rudenko just to try and 手腕换拳 work his way back into it. 第4回合比赛结束。第5回合的话是有些难分难解，但是我个人感觉分数上的话还是张智磊要更高一些。好，接下来准备看一下双方第5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理论上来讲，过了这一个回合之后呢，磊哥的体能马上就要出现下滑了，所以说这一回合非常的关键。好漂亮，又是一个左手。这个左直，哎呦，怎么打怎么有。鲁登科呢他是反应不过来，主要还又一个，就是太快了。有一个。注意看张智磊的嘴巴已经张的是比较大了，哦哟，吃到很重的一拳，哦，但完全没感觉啊。He will back his ability to soak up punishment and come again. He knows how to get through the rounds. He knows how to go the distance. And what you see in front of 大家可能不了解，张智磊在30岁以后，他就是滴酒不沾了，没有喝过酒，因为他为了保持他的体能最佳状态，他说了，在退役之前是不可能喝酒的。哦，鲁登科有些晕了，哦，打定住了，疯狂的补刀。哦，到了张智磊最喜欢、最熟悉的角落，被分开没关系啊，还有机会。鲁登科还是有些晃的。漂亮，左手，右摆。
big wet sandbag and he lets that go. You can just see the effect it has on Rudenko. Yeah, credit to Rudenko. He's still in there, but he doesn't want to know. It's a good boxing from Zhilei Zhang. Good left to straight left to the body there of Rudenko. Again, I'm not 好，还感觉还是没有完全缓过来啊，还有机会。 So I'm pretty sure he'll be able to get Rudenko out of there if he was had more of a sustained 这个 attack. 鲁登科呀，毕竟还是年轻啊，他的恢复能力相对来讲还是要更快一些。啊，主要这也太劲大了。 So impressed with the way he's been able to take 第5回合最后的20秒， distance away from Rudenko, take a little slide out with his feet and counter. 漂亮，又是一个左手右摆。 Improve his 鲁登科现在就是逃兵，满场乱窜。 road work. 这一回合没悬念了啊，那绝对是大比分优势啊，完全没悬念。 By now. Well, he's touching 20 stone when he weighed in, and you can see as you look at him there with his back to us where some of that could go. 好，第5回合比赛结束，没悬念啊，这一回合绝对是磊哥拿下了。所以说目前为止前5个回合磊哥至少拿下了4个回合啊，只有1个回合有点模糊啊，并不是很确定。好，第6回合比赛继续。没错，不知不觉干到第6个回合了啊。哦，要小心吃到对方一个前手。 实际上，如果没有美国人的针对啊，张继磊至少能提前2年当上世界拳王。因为在有一段时间啊，磊哥是被美国官方的合同给卡住了，当时没有比赛可打，磊哥是希望退出这个拳击组织啊，自己找经纪人去约比赛，结果美国官方呢不放我们走，硬生生拖了1年多呀。 只能说我们中国人在外国的时候，有些时候真的是非常难啊。因为美国拳坛呢是分4大组织，当时磊哥呢是和其中一个组织签订了合同，所有的比赛由这个组织来给他安排，但是这个组织呢坑了张志磊啊，因为他们不希望啊有一个中国人能够当上拳王。 但即便他们做了很多阻拦啊，依然是没能阻挡张志磊的崛起。这就像是在国际上啊，美国做了很多事情制裁我们中国，但是好像也没什么事儿啊，这也依然阻挡不了我们中国崛起。 Maybe struggling a little bit. He's coming forward now and throwing some shots of his own. Probably careful though. Don't want to be sloppy like you pointed out there. 果不其然，到了5个回合之后，张志磊这边的体能下滑很明显了。现在张志磊就是节省体能，更多的打防守反击了啊，不再主动进攻。 哦，鲁登科确实越打越来劲儿啊！这个时间阶段到了对方发力的一个节点了。好，后手前手连续的3拳，有效果但不明显。 第6回合，鲁登科打得非常来劲儿啊！估计他也观察到了啊，观察到志磊这一边呢是以防守为主了，有点肆无忌惮。 So final few seconds has been Rudenko has been on the front foot. He's worked hard. Very good left hand on the inside there from Zhang, just to finish things off. 好，第6回合比赛结束，双方都累得不行，但是小了4岁的鲁登科呀，明显状态更好。好，第7回合比赛继续，不知不觉，观众朋友们干到第7个回合啊！现在张志磊大比分领先，可以说只要我们不被对手 KO 的话，那今天的胜利完全是没问题了。 And it's just a heavyweight bonanza next week, really, Darren. We've got that fight, we've got Dillian White, we've got Anthony Joshua, Andy Ruiz top of the bill, we've got Magomedov Nurmagomedov up against Tom Little. It's just heavies absolutely everywhere you look, and that Hunter Povetkin fight is really. I can't wait for next week, and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it.
现在双方互换了攻防位置啊，换成了鲁登科呢肆无忌惮的进攻。想生吃张志磊，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难啊，有点难。第7回合最后的1分钟，现在鲁登科呢是精神抖擞啊。好漂亮哦，很重，有一个。现在张志磊的拳准头还是有，但是杀伤力啊明显是退步很多了。最后的30秒啊，这明显是累了啊，双手会自然放下来，自然垂直歇一会儿。当一个拳手绝对疲惫、绝对累的时候，观众朋友们，他的双手啊都是拿不起来的。但目前看磊哥的双手还能举起来啊，说明体能呢还是有的啊。鲁登科，他现在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啊，打得越来越大胆。不再像前5个回合那样唯唯诺诺啊，他现在是翻身做主人了啊，翻身做地主。好，第7回合比赛结束，现在2个人都在补充体能，都很累了啊，第8个回合了。那这个时候2个人的体能基本上都到达了极限，就看谁的意志力更顽强，谁能够坚持到最后。好，第8回合比赛继续。Cutting off his stall though at the start of the round. He needs to make sure that he puts at least another round in his pocket between now and the end. He's got to get that jab working, find that backhand again. Rudenko is a persistent customer, we knew that. I think I missed off actually there in that heavyweight roundup is Filip Hrgovic. He's in action against Oscar Molina and Eric Molina rather, and Hrgovic at 9-0 and a vastly experienced international amateur who got the 好，这个勾拳很重。鲁登科呢，他是一个很擅长 KO 对手的重炮手，让他打分数的话，他还真不太行。所以说打到目前为止，他就拿下了2-3个回合啊。我觉得也就2个回合，第7回合肯定是他的了啊。好漂亮！虽然说体能已经是不行了，但是磊哥志磊这边呢，依旧是作风强硬，绝不后退。现在这个拳对方也吃不消啊，也还是很重。我们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现在张志磊啊已经是累得不行了。好，追上来有机会，大摆拳。太顽强了，这个安迪鲁登科呀，这是目前张志磊遇到过最难打啊、最难缠、最抗揍的一个对手，来自于乌克兰。第8回合最后的50秒。哦，刚刚有一拳中了，很结实，有一个左直。鲁登科又被打迷糊了。没有想到第8回合了啊！这个张志磊还这么有劲儿，估计对方有点不适应啊，因为他的战术也是在后5个回合发力，但是没有想到啊，即便到了第8个回合，啊，张志磊这边呢依旧是充满了力量。注意时间，最后的10秒钟。
I do worry about him a bit. But he's put in a real shift here, Rudenko, which is what you always get from him. 好，第8回合比赛结束。目前双方是血战了8个回合。我们看鲁登科的脸上已经是肿胀不已了，也开口了，但这个口子位置看起来口不太大啊。好，看一下第8回合精彩回放，看磊哥的拳的确是很准，又准又猛。这一波是精神抖擞的一波啊，差一点把鲁登科 KO。 对方赶紧搂过来啊，终止我们的进攻节奏。你很难想象，这是第8回合了，还这么猛。好，两人的第9回合比赛继续。在前我们说这场比赛是没有废话，只有干架啊，从头打到尾的比赛。 当然也有废话啊，可能是我的废话会多一点。不行了，两人现在都很累啊，都已经有些发软了。好，左直。 鲁登科呢是完全打不穿张志磊的防守，如果连防守都打不穿，你，哎呦，有了，连续的后退，鲁登科这次是真的晕了。又一次让鲁登科挺了过来，哇，这个抗击打能力太猛，根本打不倒啊！ 现在是反观张志磊，却越打越来劲儿啊，高潮不断，精彩不断。哦，又是前摆后直，张志磊的经典招式前摆后直，非常的快，太快了啊！第9回合最后的1分钟。 又一次，又是前摆后直，右手的摆拳再配合左手的重炮，有一个。鲁登科不行就认输吧，不行就投降吧，没什么大不了的啊。打张志磊呀，投降认输不敌。 So it's the hunger there, the desire there to get up, fight in the morning, and do your runs, etc., etc. 最后的10秒钟，现在鲁登科呢眉骨开口，嘴巴里边也在流血。一般选手打到这个时候，完全就是靠意志力啊在支撑了。好，第9回合比赛结束，那么接下来最关键、最后的1回合马上来了。打到这里，我还是要夸赞对方这个乌克兰拳手一下啊，的确是个爷们儿，的确是个勇士。接下来最后一个回合，双方肯定是毫无保留啊，能往死里打都得玩命抡了。Doesn't look like he will be here. There have been times where that has looked very possible. Chile Chang hasn't quite managed to turn the screw tight enough. No, he hasn't. But, you know, 好，漂亮，打中了。 现在两个人这个都到了最后比较兴奋的一个阶段，一较高下。 Obviously, due to the pace, it's the last round, so I'd like to see him get some work. Tries to show in style.
Like I said, I mean, for me, it's a fight too hard, really. Not that I've given Rudenko too much. 晃了又晃了，鲁登科又晃了， Try and shoot through with 但就是不倒。我的天哪，那到底怎么打才能倒啊？ He does land Gilles Zhang. There is some real 这哥们儿的脑袋是不是铁球？ Just stuck in around the back of the guard, and Rudenko is in trouble. This has been a really bruising night for him, a really hard night for him. 90 seconds remaining, and you would like to see him get. 这个鲁登科的外号叫坦克啊，果然是名不虚传。 He's been cuffed around at the moment. Yeah, he's landing some really good shots. Zhang Gilles, just not enough of them, but I've enjoyed watching him. You know. 鲁登科还在找机会，还在频繁的进攻，往内围打，想找一些 KO 的机会。因为他心里也很清楚啊，现在比分呢肯定是不如我们了。注意时间，注意时间，最后的1分钟。漂亮。 Follow up by straight left. Just trying to get in close now, Rudenko. Close is safe for him for the last 30 seconds or so. I don't think Gilles Zhang's of a mind here to really put his pedal to the metal and try and get the finish. You'll know that he's won this fight. Yeah, he won, no doubt. Some of the rounds looked very, very good. Some of the rounds, I think, look, it's another win. Doesn't need to do anything silly in this last round. But no, job done. On to the next one. 这个鲁登科真是个勇士啊，还在疯狂的进攻，但他的进攻的很盲目啊，都是不长脑袋，硬往里冲，所以说每次都能吃到我们的防守反击。好，比赛结束，没有悬念的一场对局，让我们恭喜张志磊拿下胜利。 非常精彩啊，可以说是全程在吊打对手，只不过对方太抗揍了，我现在甚至怀疑对方是不是吃了什么兴奋剂啊，这根本打不倒。好，恭喜张志磊，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能看到这里啊，绝对是相当的喜欢和支持我们中国拳击了。好，咱们下次视频再见。